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 那欢迎回到网页程式设计的部分。那上一集我们有说到，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设立三个物件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他。那我们现在要用就是用 show 用 hide 这两个来控制你，这是我们上一集所做到的。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用 hide，好用 show，OK，好，它很成功的做出就是我们要指定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回到我们这个城市设计的这个页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在因为 show 跟还有我们加的 on click 这个这个指令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函式里面对应到 show 里面呢，我们在 on click 这边取一个值叫 ABC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ABC 呢放到我们的这个选择器后面的函式里面，它取了这个 ABC 的值之后，叫 you 这个物件做动作，做什么动作呢？做 show 和做 hide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做出我们指定要的动作。好，那今天如果我们换到别的东西、别的这个项目的话，一样也是可以。好，一样也是可以，就把 把 you 改成 me，好，另外一个改成 me，哦，它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做出像我们，它这就不是你的在做动作，而是我在做动作。好，我们存档上传一次。好，这边为止都是帮大家做上一堂课的复习。好的，我们重新整理一次。好，我们来看 hide。哎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时候已经变成我了。我躲藏起来，秀又跑出来，我躲起来，秀跑出来。好，代表这样子没有错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，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，就是呃这个变数，因为上一次简单只有讲到变数，并没有讲得很深入。那变数是什么？我们待会会讲，以及我们今天会做到是在接新的一个这个功能叫 fade in 跟 fade out。啊，fade in 跟 fade out 呢，它就是我们这边有找到一个网站呢，这个叫做 W3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写程式的网站。好，那这边就谈到 fade in 跟 fade out。那我们先讲 fade in 跟 fade out 这两个，一个是渐层出去 fade in，一个是渐层进来 fade in，渐层出去 fade out。好，那我们就在 fade 这边这个后面这两个按钮这边新增 on click 功能。好，我先做一次，各位请看一下。好，这边的部分我们就要改掉哈，因为这边已经是 fade in，这边是 fade out。
这边再改一下。fade out， 好 fade out，fade in。好，同样都是在做我这个 me 这个部分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存档上传。好 fade out， 好，它渐层的消失了。好 fade in 还有渐层的出来了。好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fade in 跟 fade out 的功能。好，那今天各位呢，我们要来谈这是变数。那什么是变数呢？变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容器，它是一个容器，那里面它都可以装东西，哦，装很多东西，像装数字、装物件都可以。好，我们今天假设一个叫做 v1， 假设这个 v1 呢里面是放1。好，那我们要让它出来的话，要让它显示出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用 console log，console 点 log。好，把这个 v1 放到这个 console log 里面。好，好，我们存档上传。好，我们重新整理。好，我们先按 F12，先看一下结果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得到出现了这个数字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console 的内容。好，因为我们刚刚把放到这个 v1 里面，因为 v1 它就是一个变数，它就是一个容器。我把丢到这个 v1 这个容器里面，再用 console log 把 v1 里面的倒出来，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显示出来，它输出的字串元就是它输出的部分就是1。这样子各位听得懂吗？好的，那我们一样可以做另外一种输出方式，叫做 alert， 这个也是输出。哦，在程式的输出里面，它是另外一种输出，只不过它是用弹出式的。好，我们重新上传一次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多出了一个弹出的视窗，对不对？好，代表这就是我们刚刚的 alert 这个东西。那 console 呢 ？console 有没有呢？有，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各位按确定之后，它就会这个 alert 的缺点就是它要按一个确定，它才会弹出我们里面网页的内容。好，这就是 alert 跟 console。那这两个哪一个会比较好用呢？初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用 alert，那后期我们大家就是对输出比较熟悉了之后，会用 console log 比较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，今天我们第3个我们要来学习用列表来控制指定的元件，哦，做出相对应的函式。那什么是列表呢？今天呢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好，这边我先给它用注解起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下拉式的一个列表。那列表的标签叫做 select。好 ，select 我们也给它一个 ID， 叫做 which 哦，然后打字。好 ，select 下面我们要用 option， 就是选项。好，选项呢，我们可以就是第一个给它显示请选择，可以打中文请选择。
好，我们第二个可以打我们里面的内容了。好，第一个是 YOU。好，为什么打这个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下面有这个 you、me、he 的这个 ID 的名称，那我们打这个 you。好，这样我们的一个列表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存档上传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做出了一个下拉式的列表。好，这边有几个选项，第一个是 you， 有没有？第二个是 me， 第二个是 he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做的是，当我选到这个选项之后，我去按这里面的按钮，它会对应到我指定的选项。假设我今天选择 you， 那电脑就会自动帮我侦测到 you 这个元件。于是我按下这些按钮的时候，you 它就会做我要按钮的动作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。好，我们先来做看看。好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汇取呢，已经有新增一个 ID 了，在 Select 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汇取。好，所以我们原本这边的这个按钮的这个 ID 呢，我们就要撤换掉，我们就要改成什么？改成汇取，因为我们是在这里取值作用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再返回去取按钮里面的值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。先填写到各个取值的选项里面。好，填完之后，紧接着我们要取，紧接着我们要让电脑指定我们要的这个选项。好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这边现在是不是有井字号？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里面的弄掉。好，井字号结束之后，我们用一个加号，我们把 ABC 放进去。好 ，ABC 放进去。好，已经要写好了。这个井字号就是这是固定的公式。那加这个 ABC 是什么意思呢？加就是它去把它这个井字号加上我们取的值。譬如说，我们在这个从里面这个 ID 这个 select 里面取的值，第一个值是那个 you，第二个是 me，第三个是 he。那么我取过来之后，它就会对应到我取的选项的值，但因为我们并没有加上指定说它的 value 是什么，所以它里面的值就是它选项里面的内容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好，原则上这样子就已经完成我们要做的了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存档上传。好，重新整理。好，我选择 you。好，这是你。哎，它成功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它隐藏好，fade in。好，我嗨，哎，嗨起来，它也躲起来了。哎，它又出来了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成功了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哦，谢谢大家。